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明天就是我和苏雅琳的订婚宴，可我刚听到她在电话里说：“放心，明天江明轩就会在所有人面前出丑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像疯狗一样闹事，我就有理由悔婚了。”我握紧手机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既然你们想看好戏，那我就让你们看个够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订婚宴还有12个小时，我站在苏雅琳别墅外的花园里，透过落地窗看着里面的一切。苏雅琳正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电话，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恶毒笑容。俊豪，你放心，明天的计划万无一失。他的声音传了出来。江明轩那个穷逼还以为自己真的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等他看到订婚现场的惊喜，一定会气得发疯。到时候他在众人面前大闹，我就有理由当场悔婚，还能让所有人都觉得是他配不上我。电话那头传来男人的笑声：“雅琳，你真聪明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”那是当然，我苏雅琳怎么可能真的嫁给一个送外卖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他这2年确实有用处，帮我处理了不少麻烦事，现在没用了，就该丢掉了。我静静听完，转身离开。月光下，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2年了，2年前，我在一家咖啡厅兼职时认识了苏雅琳。那时的她温柔体贴，说被我的真诚打动了。我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，为了配得上她，我拼命工作，白天送外卖，晚上跑滴滴，周末还要去工地搬砖。每个月的工资，我都会给她买礼物。她说喜欢 LV 的包包，我咬牙花了3个月工资买给她。她说想去马尔代夫旅游，我又攒了半年钱陪她去。她的朋友们都说我对她太好了，她也总是在人前夸我。我以为这就是爱情，直到今晚，我才明白，我只不过是她用来打发时间的玩具，而明天的订婚宴就是她丢掉这个玩具的仪式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拿出手机，通讯录里有一个2年没有拨打过的号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拨号键，电话响了3声就被接起。小轩，那边传来一个中年男人惊喜的声音：“爸。”我开口：“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”江董事长的声音有些哽咽：“这2年你过得怎么样？缺钱吗？需要爸爸帮忙吗？”我很好，我说，不过我想是时候回家了。真的吗？那边的声音更加激动了。太好了，我马上派人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说，我明天会自己回去，顺便帮我查一下苏氏集团和周氏企业的资料，特别是苏雅琳和周俊豪的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小轩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没什么大事，我淡淡的说，只是想回家了。挂掉电话，我躺在这张住了2年的单人床上。明天之后，江明轩这个身份就可以彻底消失了。我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苏雅琳刚才那张恶毒的脸。既然你想看我出丑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第2天早上，我按时来到订婚宴现场。云顶酒店的豪华宴会厅里已经来了不少客人。苏雅琳穿着一袭白色礼服，正在和客人们谈笑风生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立刻迎了上来，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。明轩，你来了。她挽住我的胳膊，今天你打扮得真帅。我看了看身上这套西装，这是我花了1个月工资买的，为了今天的订婚宴。现在想想，真是讽刺。雅琳也很美，我配合地说。她满意地笑了笑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：“
等会儿可能会有一些小意外，你不要太激动。什么意外？我装作不解。就是他犹豫了一下，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们的关系，你到时候不要乱说话，我会处理的。我点点头，我相信你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这时，周俊豪走了过来，他是周氏企业的少爷，苏雅林的青梅竹马。雅林，准备开始了吗？他问。苏雅林点点头，然后对我说：“明轩，你先去那边等着，我需要和俊豪确认一下流程。”我听话的走开，找了个角落站着，远远的看着他们在那里窃窃私语。很快，订婚仪式正式开始。司仪拿着话筒走上台：“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参加苏雅林小姐和江明轩先生的订婚仪式。”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我注意到很多客人的表情都很微妙。苏雅林的父亲苏董事长走上台，拿过话筒：“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日子。”他说：“不过，在正式订婚之前，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准女婿。”他看向我：“江明轩，请你上台来。”我走上台，心里已经猜到了他们的计划。江明轩，请问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？苏董事长问。送外卖。我如实回答。台下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。那你的家庭情况呢？他继续问。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我一个人生活。我说，这当然是假话，但他们不知道。苏董事长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江明轩，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女儿吗？”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。我看了看苏雅林，她正低着头，一副为难的样子。演技真不错，我觉得配不配得上，不是我说了算。我说，是雅林说了算。苏董事长冷笑一声：“那我来说说我的看法。我女儿苏雅林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身价上亿。而你一个月收入多少？5000块。”我说。台下传来哄笑声。5000块。苏董事长提高了声音：“你觉得你一个月5000块的送外卖的，配得上我女儿？你知道我女儿一个包包多少钱吗？10万。你要不吃不喝2年才能买得起。”台下的笑声更大了。我看向苏雅林，她依然低着头，但我看到她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苏董事长的话音刚落，周俊豪就走上了台：“苏叔叔，我觉得您说的对。”他拿过话筒：“江明轩确实配不上雅林。”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。我站在台上，表情平静。俊豪。苏雅林做出一副想要阻止的样子：“雅林，我知道你心软，但有些话必须说清楚。”周俊豪深情地看着他：“江明轩，我和雅林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才是最合适的一对。这2年你和雅林在一起，只不过是他的一时兴起，现在该回到现实了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周少爷说得对，确实该回到现实了。”周俊豪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。你承认了？他问。承认什么？我反问。承认你配不上雅林。他大声说。我摇摇头，我只是觉得确实有人该回到现实了。说着，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。在回到现实之前，我想让大家听一段录音。苏雅林脸色一变：“明轩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没有理他，直接按下了播放键。苏雅林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：“俊豪，你放心，明天的计划万无一失。”江明轩那个穷逼还以为自己真的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等他看到订婚现场的惊喜，一定会气得发疯。台下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台上的苏雅林。苏雅林的脸色苍白如纸：“这是假的。”他大声说：“明轩，你疯了吗？
竟然伪造录音。我继续播放。我苏雅林怎么可能真的嫁给一个送外卖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他这2年确实有用处，帮我处理了不少麻烦事。现在没用了，就该丢掉了。台下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，苏董事长脸色铁青。雅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这不是我说的。苏雅林急忙解释，这一定是江明轩伪造的。我笑了笑，又拿出了另一个手机。如果你觉得录音是假的，那视频总不会假吧？屏幕上显示的正是昨晚苏雅林在别墅里打电话的画面。画面中的她嘴脸狰狞，和现在台上这个楚楚可怜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。台下的客人们开始窃窃私语：天哪，苏雅林原来是这样的人，太恶毒了，竟然这样算计自己的男朋友，亏我之前还觉得她是个好女孩。苏雅林听到这些议论，眼中闪过一丝狠毒，她突然扑向我，想要抢夺我的手机。江明轩，你把这些东西删掉。我轻松地避开了他。这时周俊豪也冲了上来，江明轩，你敢算计雅林？他挥拳向我打来，我侧身一躲，他一拳打空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摔在了地上。台下传来一阵哄笑声。够了！苏董事长大喝一声。雅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雅林见事情败露，索性破罐子破摔。是又怎么样？他冷笑道，我就是看不起他，一个送外卖的也配娶我？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图个新鲜感而已，现在腻了，当然要分手。台下的客人们都被他的无耻震惊了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我看了一眼，是江董事长的电话。爸，我在订婚宴现场，稍等一下。我故意大声说道，台下的人都听到了。爸，苏董事长皱眉，江明轩，你不是说你父母都去世了吗？我笑了笑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父母去世了？刚才你自己说的。周俊豪从地上爬起来，我说的是我一个人生活。我纠正道，这并不代表我父母去世了，只能说明我们分开住而已。苏雅林瞪大了眼睛，你在骗我们？我骗你们什么了？我反问，是你们自己想当然的以为我是孤儿而已，我从来没有承认过。这时宴会厅的门突然打开了，一群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走了进来，他们在门口排成2排，然后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所有人都认识他，江云天，江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这座城市最有权势的人之一，他的身价是苏氏集团的10倍不止。爸，我走下台，迎向江董事长。江董事长看到我，眼中满含慈爱。小轩，委屈你了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不委屈。我摇摇头，只是觉得是时候回家了。台下的客人们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江明轩竟然是江氏集团的少爷，那个每天送外卖的穷小子，竟然是这座城市最大富豪的儿子。苏雅林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比纸还白。他终于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周俊豪也呆立当场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苏董事长更是额头冷汗直冒，得罪了江氏集团，苏氏集团还能存在吗？江董事长，他战战兢兢地走过来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江董事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误会？我儿子被你女儿欺骗了2年，你说这是误会？不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苏董事长急忙摆手，雅林他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江董事长冷笑，那刚才的录音是怎么回事？他亲口说的那些话也不是故意的。苏董事长无言以对。这时苏雅林突然站了起来，
他冲到我面前，抓住我的手。明轩，我知道错了。他眼中含泪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刚才那些话都是气话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波澜。苏小姐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不要这样。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。明轩，求你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我轻轻挣脱了他的手。苏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还说看不起我吗？现在怎么又要重新开始了？苏雅林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这时，江董事长开口了：小轩，我们回家吧，这里的空气太污浊了。我点点头，跟着江董事长向门口走去。经过苏雅林身边时，我停下脚步。苏小姐，谢谢你这2年的陪伴。我说，虽然你的目的不纯，但确实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，比如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虚假。再见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身后传来苏雅林歇斯底里的哭声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江氏集团总部大厦68层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这座城市。从这个高度看下去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，包括苏氏集团的那栋32层大楼。小轩，你在想什么？江董事长走到我身边，在想这2年的经历。我说，后悔吗？他问。我摇摇头，不后悔。如果没有这2年，我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人心险恶，也不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江董事长欣慰地点点头。那你现在想做什么？想让某些人付出代价。我转过身。爸，苏氏集团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江董事长笑了。你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先听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苏氏集团确实很难对付。他说，他们在建材行业根基很深，想要一下子搞垮他们不容易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是，他们最近在竞标一个大项目。江董事长眼中闪过一丝精明。这个项目如果失败，苏氏集团就会损失惨重。什么项目？我问。新城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总投资额150亿。苏氏集团为了拿下这个项目，已经投入了所有流动资金。如果竞标失败，他们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。我点点头。那我们也参与竞标吧。已经在准备了。江董事长说。不过小轩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苏氏集团毕竟是老牌企业，就算竞标失败，也不会真的破产。那就让他们多失败几次。我淡淡地说，总有一次会压垮他们的。江董事长看着我，眼中有些复杂。小轩，2年的经历真的改变了你很多，人总是要成长的。我说。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。江董事长，有人要见您。他说，是苏氏集团的苏董事长。我和江董事长对视一眼，让他进来吧。江董事长说。很快，苏董事长就被带了进来。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中满是忧虑。江董事长，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今天实在是冒昧了。苏董事长请坐。江董事长客气地说。苏董事长坐下后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。江少爷也在啊。他说，关于今天早上的事情，我代表雅林向您道歉。年轻人不懂事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。苏董事长，你今天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道歉吧？江董事长问。苏董事长尴尬地笑了笑。确实还有其他事情。他说，是关于新城区项目的。我听说江氏集团也要参与竞标。是的。江董事长点头。那能不能？苏董事长犹豫了一下。
能不能请江氏集团退出竞标？我们苏氏集团愿意支付一定的补偿。江董事长还没说话，我就开口了：苏董事长，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了吧？商场如战场，哪有不战而退的道理？苏董事长脸色难看。江少爷，我知道今天的事情让您生气了，他说，但商业归商业，私人恩怨归私人恩怨，不应该混为一谈。我笑了笑，苏董事长说得对，确实不应该混为一谈，但是江氏集团参与竞标纯粹是商业行为，和私人恩怨无关。苏董事长知道自己说不过我，只好看向江董事长。江董事长，我们两家企业合作多年，一直相安无事。他说，如果因为孩子们的事情影响了两家的关系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江董事长沉思了一会，苏董事长，我理解你的难处。他说，但小轩说得对，商业竞争是正常的，我们会公平竞争，绝不会使用不正当手段。苏董事长听出了拒绝的意思，脸色更加难看。那如果苏氏集团愿意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呢？他问。比如把东城区的那块地皮转让给江氏集团。江董事长眼中闪过一丝意外。那块地皮，江氏集团确实很感兴趣，但苏氏集团一直不肯出售。苏董事长，你确定？江董事长问。确定。苏董事长咬咬牙，只要江氏集团退出新城区项目的竞标。我看着苏董事长，心里有些好笑，为了一个项目，连祖传的地皮都肯拿出来，看来苏氏集团确实被逼到了绝境。但是这还不够。爸，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。我突然开口。江董事长和苏董事长都看向我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我继续说。什么条件？苏董事长急忙问。我要苏雅林亲自来道歉。我说，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公开道歉。苏董事长脸色一变，这不太合适吧？那就没得谈了。我站起身。苏董事长，请回吧。等等！苏董事长急忙喊道，我需要考虑一下，给你3天时间。我说，3天后我要看到苏雅林的道歉，否则江氏集团不仅会参与新城区项目的竞标，还会在其他方面给苏氏集团一些惊喜。苏董事长听出了威胁的意味，脸色苍白。我知道了。他站起身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等苏董事长离开后，江董事长看着我，小轩，你真的要让苏雅林公开道歉？当然，我说，他欺骗了我2年，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而且这只是开始。江董事长点点头。那我让人准备一下3天后的发布会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苏氏集团的大楼。3天后就是苏雅林社会性死亡的时候，而这只是我复仇计划的第一步。3天后，市中心的香格里拉酒店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聚集了20多家媒体。我坐在主席台上，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们。江董事长坐在我身边，苏董事长和苏雅林坐在对面。苏雅林的状态很差，眼睛红肿，明显哭过。他时不时地看向我，眼中满是哀求，但我的表情始终平静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是为了澄清一些传言。苏董事长拿起话筒，关于我女儿苏雅林和江氏集团江少爷的事情，台下的记者们立刻兴奋起来。这几天关于订婚宴的事情已经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苏雅林欺骗江明轩的视频更是被疯狂转发。现在当事人终于要公开回应了。苏董事长，
请问你女儿确实欺骗了江少爷吗？有记者问。苏董事长脸色难看，但还是回答了，确实存在一些误会。他说，雅琳年轻不懂事，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，今天他会向江少爷公开道歉。台下的记者们更加兴奋了，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。苏雅琳站起身，走到话筒前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开口：江明轩，我对不起你。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2年，我确实欺骗了你。我和你在一起，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因为……她停顿了一下，看向我，我点点头，示意她继续。而是因为无聊，她咬牙说出了这句话。台下传来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。我利用了你对我的感情，让你为我付出了很多，而我从来没有真心对待过你。我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，在这里，我向你，也向所有人道歉。说完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台下的记者们疯狂地拍照，这绝对是今年最劲爆的新闻之一。豪门千金公开承认欺骗感情，这样的画面太震撼了。苏小姐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有记者问。苏雅琳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，因为我当时太年轻，太幼稚，我以为感情可以随便玩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样做是错误的。江明轩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伤害。我站起身，走到话筒前。苏小姐的道歉，我接受了。我说，不过，道歉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，我希望苏小姐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苏董事长脸色一变，江少爷，您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看向苏雅琳，苏小姐这2年欺骗了我，让我损失了很多时间、金钱、感情，这些都是有价值的。我希望苏小姐能够进行相应的补偿。台下的记者们又兴奋了，这是要索赔的节奏啊！您希望多少补偿？有记者问。我微微一笑，不多，2000万。台下瞬间安静下来。2000万，这个数字太震撼了。苏董事长站起身，江少爷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我反问。苏小姐骗了我2年，我只要2000万的补偿，很过分吗？要知道，这2年我为苏小姐花的钱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了，而且精神损失费呢？名誉损失费呢？算下来，2000万一点都不多。苏董事长气得脸色发白。2000万几乎是苏氏集团1/3的流动资金。拿出这笔钱，苏氏集团就真的要伤筋动骨了。如果苏氏集团拿不出这笔钱，我继续说，那我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。到时候不仅要赔偿，还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苏小姐欺诈的证据确凿，判个几年应该不成问题。苏雅琳脸色苍白如纸，她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。明轩，她颤声开口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我看着她，眼中没有一丝怜悯。苏小姐，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。我说，这是基本的道理。况且，我给你们选择的机会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坐牢，你们自己选吧。苏董事长和苏雅琳父女俩对视一眼，最终苏董事长咬牙开口，我们赔偿。明智的选择。我点点头，那就3天内到账吧，账号信息我的助理会发给你们。台下的记者们疯狂地拍照录像，这绝对是今年最劲爆的新闻。豪门千金欺骗感情被索赔2000万，这样的标题绝对能吸引无数眼球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和江董事长离开了酒店。小轩，2000万确实不少。江董事长说，不过
这对苏氏集团来说还不算致命。我知道，我说，但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好戏。江董事长看着我，眼中有些复杂。小轩，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还要冷酷。我笑了笑，这是被逼出来的。如果没有这2年的经历，我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人心险恶。现在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车子驶向江氏集团总部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股票行情。苏氏集团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对他们的声誉造成了巨大冲击，而这只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我要让苏氏集团彻底从这个城市消失。1周后，新城区房地产项目竞标结果公布，江氏集团成功中标，苏氏集团败北。这个消息一出，苏氏集团的股价再次暴跌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价走势图，红色的线条一路向下，就像苏氏集团的命运一样。小轩，苏氏集团的资金链已经非常紧张了。江董事长走进办公室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可能真的要破产了。那就让他们破产。我头也不抬地说。小轩，江董事长有些担忧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绝情了？毕竟苏雅琳也已经公开道歉了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看向江董事长。爸，你觉得如果当初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送外卖的，我说，苏雅琳会道歉吗？她会赔偿吗？江董事长沉默了。答案很明显，如果我真的只是个穷小子，苏雅琳不仅不会道歉，还会继续羞辱我。所以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。我继续说，我只是让她体验一下被人玩弄的感觉而已。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。江少爷，有客人要见您。他说，是周氏企业的周俊豪。我眼中闪过一丝兴趣，让他进来。很快，周俊豪就被带了进来。他看起来也很憔悴，眼中满是愤怒。江明轩，他一进门就大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雅琳？他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平静地看着他。周少爷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这里是江氏集团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不管这里是哪里。周俊豪红着眼睛，雅琳都快被你逼疯了，她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天天以泪洗面，你满意了吗？我笑了笑。周少爷，你这么关心苏小姐，不如你们俩在一起算了，反正你们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周俊豪愣了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我说，苏小姐现在单身，你也单身，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不用再偷偷摸摸的算计别人。周俊豪脸色一变，我们没有算计你，是吗？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那段录音，里面清楚地传出周俊豪的声音。雅琳，你真聪明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周俊豪的脸色瞬间苍白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的手段，你不需要知道。我说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们的每一个计划，我都了如指掌。周俊豪瘫坐在椅子上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。当然，我点头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那么配合你们的表演？周俊豪彻底绝望了。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结果却是在别人的掌控之中。江明轩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他问。我想要的已经在进行中了。我说，苏氏集团的破产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就轮到周氏企业了。周俊豪猛地站起身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反问。你以为江氏集团是吃素的吗？搞垮一个周氏企业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。
周俊豪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他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江氏集团的实力确实远超周氏企业，如果江氏集团真的要对付周氏企业，后者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你想要什么条件？他咬牙问道。很简单，我说，跪下，给我道歉，然后永远离开这座城市。周俊豪瞪大了眼睛，不可能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站起身，保安，送客。很快2个保安走了进来。不要！周俊豪急忙喊道。我跪！他说着真的跪了下来。江明轩，对不起，他低着头说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和雅琳一起算计你，求你放过周氏企业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周俊豪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周少爷，道歉，我接受了。我说，但是这还不够，你还要发一个视频，把你们是怎么算计我的详细说一遍，然后发布到网上。周俊豪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绝望。你这是要我社会性死亡？没错，我点头，就像你们当初想要的那样。现在我只是让你们自己体验一下而已。周俊豪沉默了很久，最终他点了点头。我答应，明智的选择。我说，视频的内容我会让人写好给你，你只需要照着念就行了。记住，要有感情，要真诚，最好能哭出来。周俊豪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但他没有选择。为了周氏企业，他只能忍辱负重。半小时后，周俊豪离开了江氏集团。江董事长看着我，小轩，你真的要让他发那个视频？当然，我说，既然他们喜欢玩弄别人的感情，那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江董事长点点头。那苏氏集团呢？继续打压。我说，直到他们彻底破产为止。苏雅琳不是说我配不上他吗？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谁才是真正配不上谁。江董事长看着我，眼中有些复杂。小轩，有时候我都认不出你了。2年前的那个单纯善良的孩子好像已经消失了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城市。爸，那个孩子确实消失了。我说，但这不是我的选择，是他们亲手杀死了那个孩子。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怪物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这个怪物彻底摧毁他们吧。2天后，周俊豪的视频在网上疯传。视频中的他痛哭流涕，详细讲述了他和苏雅琳是如何算计我的，从最初的盲盒恋爱游戏到订婚宴的陷阱，每一个细节他都说得清清楚楚。网友们彻底愤怒了，太恶毒了，这2个人简直不是人。可怜的江少爷被这样玩弄感情，这种人就应该受到惩罚。抵制苏氏集团，抵制周氏企业，舆论的力量是可怕的。短短1天时间，苏氏集团和周氏企业的股价都暴跌了 30%， 无数客户取消了合作，供应商也开始讨债，2家企业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欣赏这一切。小轩，苏董事长又来了。秘书通过内线电话说，这次还带着苏雅琳，让他们进来。我说，很快，苏董事长和苏雅琳就走了进来，2人都显得非常憔悴。苏雅琳更是瘦了一大圈，眼睛红肿，明显哭了很久。江少爷，苏董事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我们又来打扰您了。苏董事长，请坐。我客气地说，不知道这次又有什么事。苏董事长看了看苏雅琳，然后说，江少爷，我们苏氏集团现在的情况您也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真的要破产了。所以，我想请您高抬贵手，放过苏氏集团吧。
我笑了笑，苏董事长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对付苏氏集团？您的股价下跌，那是市场行为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苏董事长脸色难看，他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在背后操控，但他没有证据。江少爷，我知道是雅琳做错了事，他说，但他已经道歉了，也赔偿了。您还想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说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，苏氏集团的事情和我无关。这时，苏雅琳突然站了起来，她走到我面前，直接跪了下来。明轩，求你了，她眼中含泪，求你放过苏氏集团，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，我可以嫁给你，我可以做你的情人，只要你放过苏氏集团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苏雅琳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吗？我说，你觉得我会要一个欺骗过我的女人？况且，你刚才不是还说我配不上你吗？现在怎么又要嫁给我了？苏雅琳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苏小姐，请起来吧。我继续说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苏雅琳绝望地看着我，明轩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她问。绝情？我反问。苏小姐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绝情？当初你欺骗我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当初你羞辱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会痛苦吗？现在，你只是在体验我当初的感受而已，这叫因果报应。苏雅琳彻底崩溃了。他趴在地上痛哭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哭喊着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苏小姐，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我说，但你没有珍惜，现在一切都太晚了。说完，我向门口走去。江少爷，苏董事长急忙喊道，您真的不肯放过我们吗？我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苏董事长，我刚才说了，我说苏氏集团的事情和我无关，这是市场行为。如果你们觉得有人在恶意打压你们，可以去法院起诉，只要有证据，法律会给你们公正的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，身后传来苏雅琳歇斯底里的哭声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拿出手机，上面显示着苏氏集团的最新股价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。再这样下去，苏氏集团真的要破产了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我要让苏雅琳亲眼看着她引以为豪的一切都消失，就像她当初毁掉我的一切一样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我还要更多。我要让他彻底绝望，我要让他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痛苦。1个月后，苏氏集团正式破产，苏董事长因为资不抵债，被债权人告上了法庭。苏雅琳也从千金小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打工女孩，她现在在一家咖啡厅做服务员，就是我们当初认识的那家咖啡厅。我推开咖啡厅的门，里面响起了清脆的铃声。苏雅琳听到声音，抬起头看向我，看到是我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有恨，有怨，但更多的是绝望。欢迎光临，她机械地说道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我走到一个角落的座位坐下，这里就是我们当初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那时的苏雅琳穿着名牌衣服，拿着限量版包包，现在的她穿着普通的工作服，脸上没有任何化妆品，巨大的反差让人唏嘘。您需要点什么？苏雅琳走过来问道。一杯美式咖啡。我说好的，请稍等。她转身要走，我叫住了她。苏小姐。她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她问。坐下聊聊吧。我说这里没有其他客人。苏雅琳犹豫了一下，
最终还是坐了下来。你想说什么？他问。只是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。我说。苏雅琳冷笑一声，你看到了，我过得很好，从千金小姐变成服务员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摇头。是你自己选择的。如果当初你没有欺骗我，现在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苏大小姐。苏雅琳沉默了，她知道我说的是对的，一切都是她自己造成的。后悔吗？我问。后悔什么？她反问。后悔认识你，还是后悔欺骗你？都后悔。她说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从来没有见过你。我笑了笑。那我们倒是想到一起去了。我也希望从来没有见过你。苏雅琳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怨恨。江明轩，你满意了吗？她问。看到我这样狼狈，你很开心吧？说不上开心。我说。只是觉得这样才公平。公平？苏雅琳冷笑。你把我们全家都毁了，这叫公平？那当初你想要毁掉我的时候，有想过公平吗？我反问。苏雅琳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这时，咖啡厅的经理走了过来。苏雅琳，你在干什么？他大声说。工作时间不准和客人聊天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开除你。苏雅琳赶紧站起身。对不起，经理，我马上去工作。看着他卑微的样子，我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这就是他应得的报应。给我来杯咖啡。我对经理说。最贵的那种。经理看了看我的穿着，眼中闪过一丝恭敬。我身上的西装价值10几万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需要巴结的大客户。好的，先生，他笑着说。苏雅琳，快去给客人准备咖啡，要最好的豆子。苏雅琳点点头，默默地去准备咖啡。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想起了2年前的自己，那时的我也是这样卑微地为他服务。现在角色互换了，命运真是讽刺。很快，苏雅琳端着咖啡走了过来。您的咖啡，她说。谢谢。我接过咖啡，我们的手指在交接的瞬间碰到了一起。苏雅琳的手很凉，还有些颤抖。苏小姐，我说。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？去哪里？她苦笑。现在的我还能去哪里？江氏集团。我说。苏雅琳愣了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来江氏集团工作。我说。当然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，工资不高，但比在这里强一点。苏雅琳瞪大了眼睛。你在羞辱我吗？没有。我摇头。我只是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苏雅琳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她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不是帮你。我说。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善恶终有报。我站起身。你做过什么，就要承担什么。3天后，苏雅琳真的来到了江氏集团。她穿着一套廉价的职业装，站在人事部门口，脸上带着忐忑和不安。我从办公室的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幕。安排她去最底层的文员岗位。我对秘书说。工资按最低标准给。是的，江少爷。秘书点头。苏雅琳的第1天上班过得并不顺利。作为昔日的千金小姐，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基础工作。复印文件、整理资料、接听电话，这些对她来说都很陌生。同事们也都知道她的身份，毕竟苏氏集团破产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，有人同情她，但更多的人是在看笑话。看，这就是那个苏大小姐，现在也要和我们一样打工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。面对这些议论，苏雅琳只能默默忍受。她没有选择，为了生存，她必须忍受这一切。中午休息时，我下楼去了员工餐厅。
苏雅林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饭，面前只有一份最便宜的套餐。我端着餐盘走过去，坐在她对面。第一天上班，感觉怎么样？我问。苏雅林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继续吃饭。还行，她淡淡地说，适应了就好。我说，毕竟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，也是你应该学会的生活。苏雅林放下筷子。江明轩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已经毁了我的一切，现在又让我在你公司工作，你是想时时刻刻羞辱我吗？你想多了。我摇头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，什么叫脚踏实地。当初你高高在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底层人的感受？现在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了。苏雅林咬了咬嘴唇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这样做有意义吗？折磨我能让你快乐吗？我沉思了一会，说不上快乐。我说，但至少我觉得公平了。你欺骗了我2年，现在轮到你承受后果了。苏雅林眼中含泪，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你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这取决于你。我说，什么时候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？什么时候学会了做人的道理？什么时候这一切就结束了？说完，我站起身离开了餐厅，身后传来苏雅林压抑的哭声，但我没有回头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时不时会关注苏雅林的工作表现，她很努力，从不迟到早退。虽然工作能力还有欠缺，但态度很认真。同事们对她的态度也慢慢好转，毕竟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，没有什么值得嫉妒的。有时候我会在电梯里遇到她，她总是站在最后面，低着头，不和任何人说话。偶尔我们的目光会对视，她的眼中不再有怨恨，只有麻木和疲惫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的秘书告诉我一个消息，江少爷，苏雅林申请调到慈善部门。他说想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有些意外，慈善部门是江氏集团专门负责公益活动的部门，工作很辛苦，工资也不高。为什么苏雅林要主动申请去那里，同意他的申请？我说，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慈善部门的报告，苏雅林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。他主动联系各种慈善机构，组织捐款活动，还经常去敬老院和孤儿院做志愿服务。他的变化，连部门主管都很惊讶，他真的很用心。部门主管在报告中写道，每次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，他都会哭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要帮助别人。我看着这份报告，心情很复杂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苏雅林吗？那个自私冷漠的千金小姐真的会变成这样？还是说这又是她的一个阴谋？我决定亲自去看看。周6上午，我来到了一家孤儿院，这里是江氏集团长期资助的慈善机构。按照计划，苏雅林今天会来这里做志愿服务。我没有提前通知，而是悄悄观察。苏雅林已经在那里了，她正在和一群孩子们玩游戏，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笑容。苏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？一个小女孩问道。下周还会来的。苏雅林温柔地摸了摸小女孩的头。苏姐姐会一直陪着你们的。看着这一幕，我有些恍惚。这真的是我认识的苏雅林吗？先生，您是来做志愿服务的吗？院长走过来问我。不是，我说，我是江氏集团的江明轩。院长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江少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随便看看。我说。对了，苏雅林的表现怎么样？非常好。院长赞不绝口。他每周都来，从不间断，而且很用心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
有几次，他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们买东西，虽然买的都是便宜货，但心意很珍贵。我点点头，继续观察。苏雅琳正在给一个小男孩讲故事，小男孩趴在他腿上，听得很认真，他的眼中满含慈爱，完全没有以前的高傲。苏姐姐，我长大了想当医生。小男孩说。为什么？苏雅琳问。因为我想救人。小男孩说。我想让更多的人不生病。苏雅琳的眼中闪过一丝泪光。那你要好好学习哦，他说。苏姐姐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这还是那个为了好玩就欺骗别人感情的苏雅琳吗？时间过得很快，志愿服务结束了。苏雅琳要离开的时候，孩子们都围了上来。苏姐姐，不要走，再陪我们玩一会儿。苏雅琳蹲下身，抱了抱每一个孩子。苏姐姐下周还会来的，她说，你们要乖乖的，知道吗？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点头。苏雅琳离开后，我也准备走。经过院长办公室时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院长，下个月的活动费用我来出吧。苏雅琳说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苏小姐，你现在的工资本来就不高。院长说，不用这样破费的，没关系。苏雅琳说，这些孩子需要帮助，我能帮一点是一点。我在门外停住了脚步。苏雅琳现在的工资确实不高，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，除去房租和生活费，根本剩不了多少。但她还是愿意拿出钱来帮助这些孩子，这让我很意外。当天晚上，我查了苏雅琳最近几个月的银行记录，她确实很拮据，每个月的支出都精打细算。但即便如此，她还是会定期给慈善机构捐款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但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牺牲了。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女人，她真的变了吗？还是这又是一个更深层的伪装？第二天，我把她叫到了办公室。苏雅琳，坐吧，我说。她有些紧张地坐下。江少爷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昨天我去孤儿院了，我说。他脸色一变。您看到了？看到了。我点头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苏雅琳沉默了一会。因为我想要赎罪，她说。赎罪？是的。他点头。这几个月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想起了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你的，想起了那些被我伤害的人。我知道我做过很多错事，虽然时间不能倒流，但我想要弥补，即使不能弥补给你，至少可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我看着他，试图从他的眼中看出虚假，但我没有看到，他的眼中只有真诚和悔恨。你觉得这样就能赎罪了？我问。不能。他摇头。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这是无法弥补的，但我还是想要努力，哪怕只能减轻一点点罪恶感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我说，苏雅琳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会真心爱你，不会再欺骗你，不会再伤害你，我会珍惜你的感情，珍惜我们的关系，即使最后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也会好好和你分手，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心中莫名地震动了一下，但我很快压制住了这种情绪。时间不能倒流，我说。我知道。他点头。所以我只能在现在努力赎罪，希望有一天你能原谅我。我看着他，心情复杂。这个女人真的变了，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伤害已经造成，痛苦已经经历，一句道歉，一些善行，就能抵消一切吗？又过了3个月，苏雅琳的工作表现越来越出色。她不仅在慈善部门做得很好，
还主动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江氏集团的慈善项目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这天，我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，发件人是一个陌生的邮箱地址。邮件的内容很简单：江少爷，我是春晖孤儿院的小明，苏姐姐说你是她的老板，我想谢谢你，因为有了苏姐姐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。她教我们读书，陪我们玩游戏，还给我们买好吃的。苏姐姐说，她以前做错了很多事，现在想要弥补。我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，但我知道她是个好人，希望你不要责怪她。小明，8岁。看完这封邮件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一个8岁的孩子用稚嫩的文字为苏雅琳求情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苏雅琳的改变是真的，至少在那些孩子眼中，他是一个好人。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江少爷，有一件事需要向您汇报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事？”是关于苏雅琳的。秘书说，他最近经常加班到很晚，有时候甚至在公司过夜。我问过他，他说是在准备一个新的慈善项目。什么项目？我问。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建设希望小学。秘书说，他已经联系了很多慈善机构和企业，项目方案也写得很详细。他说，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。我点点头，项目方案我看看。很快，苏雅琳的项目方案就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，厚厚的一本，足有几十页。从项目背景到实施方案，从资金预算到风险评估，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。可以看出，他确实花了很多心思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他在方案的最后写了一段话：希望小学项目是我的一个心愿。我想为那些贫困的孩子做些什么。教育可以改变命运。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实施，哪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执行者，我也会尽我所能，因为我知道帮助别人也是在救赎自己。看完这段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苏雅琳真的变了，从一个自私冷漠的千金小姐，变成了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感的人。这种改变是我的抱负带来的吗？还是他内心本来就有善良的一面，只是被环境和地位掩盖了？我想起了2年前的自己，那个单纯善良的送外卖小伙，那个相信爱情、相信人性美好的傻小子。现在的我还是那个人吗？在报复苏雅琳的过程中，我是不是也失去了什么？这时，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争吵声。我走出办公室，看到苏雅琳正和财务部的经理在争论什么。这个项目的预算太高了，财务经理说，公司不可能批准这么大的支出，但这是为了孩子们。苏雅琳着急地说，那些山区的孩子急需帮助。苏小姐，我理解你的善意。财务经理说，但公司也要考虑成本效益。你这个项目投入太大，回报太少，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要看回报的。苏雅琳争论道，有些事情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。看着他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而据理力争的样子，我心中莫名的触动了。这就是现在的苏雅琳，一个真正关心别人的人。怎么回事？我走过去问。江少爷，财务经理赶紧解释，是希望小学的项目，苏雅琳的预算有些超标。我看了看项目方案，预算是多少？5000万。财务经理说，确实不少。苏雅琳低下了头。我知道很多，但那些孩子真的需要帮助。如果预算太高，我可以想办法削减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不用削减。我说，
按照原计划执行。江少爷，财务经理有些惊讶。我说按照原计划执行。我重复道，这个项目我个人全额资助。苏雅林猛地抬起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你为什么？他问。因为这是一个好项目，我说，值得支持。说完，我转身回到了办公室，身后传来苏雅林的声音：谢谢你。声音里带着哭腔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，窗外华灯初上，这座城市在夜幕中闪闪发光。我想起了2年前的自己，想起了苏雅林，想起了这一切的起因和经过。报复是完成了，苏雅林付出了代价，苏氏集团也破产了，但我得到了什么呢？满足感、成就感都没有，我只是感到空虚和疲惫。这时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进来，我说。苏雅林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杯热茶。你还没走？我问。我看到你办公室还亮着灯。他说，想着你可能累了，就泡了杯茶。他把茶杯放在我的桌上。谢谢你支持希望小学项目。他说，那些孩子会很高兴的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江明轩，他突然开口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我罪有应得，但我想告诉你，这几个月是我这辈子最充实的时光。虽然生活很辛苦，但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因为我终于在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，帮助别人，让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所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曾经，我以为报复就是一切，现在我明白了。真正的胜利不是摧毁对方，而是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。苏雅林确实变了，她从一个自私冷漠的人，变成了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感的人。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结局。我拿起茶杯，轻抿一口，茶很香，带着淡淡的甘甜，就像这座城市的夜晚，虽然黑暗，但依然有星光闪烁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仇恨会过去，痛苦会过去，剩下的只有成长和蜕变。我和苏雅林都在这场较量中学到了很多。她学会了真诚和善良，我学会了宽容和放下。或许这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